起不灭的火，地平线尽头裂开一道缝，星辰都失控，坠落苍穹。命运的回合，怪什么规则？这样的红是我的本色，我想让我臣服谁都不够格，你天的心才是我选择。会追寻什么？踏遍这山河，信念如火，燃红着夜色，让我的歌将成这片的星河，觉醒的声音会同我不合。世界不该被谁掌控，分明都有同样的面孔，烙在我命中，不卑不屈，不甘平庸，无根之后，终将败终。重启的回合，我定我规则，黑暗不会让灵魂褪色，是人是魔是努力是救是成，都不能当我心的狂热。踏遍这坎坷，劈开这夜色，等待晨曦点亮这天河，翻腾欢歌，在最黑暗的时刻，让我来改写天地的法则。只有4位以上圣王级别的战士联合，才能启动这个阵法。阵法有多厉害？大家被困里面了，会怎么样？龙族曾用此阵大败蚩尤族99魔将，为救神轩辕和应龙击杀冰主神创造了机会。阿狗，这是哪儿？怎么突然就到了这里？思雨叔叔，逆天而行！大家呢？都去哪里了？刚刚还在神域，在烟尘中迷失后，我就到了这儿。这里是。4级阵法发动，先将我们传送至神域各处，分散开，然后再围剿丹谷部队，打算各个击破吗？没错，真以为自己能踏入神族的地方吗？只不过是我们的陷阱。你的死期到了，4级阵法，封住火势。死灵气，怎么了？为自己担心起来了吗？白莲，终于肯滚出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害怕的躲了起来呢。我一向言出必行，既然有约在先，当然要亲自来会你。我要你为自己的狂妄无礼付出代价。好啊，反正我跟那些无用大神也玩够了，换个对手也不错。我会让你后悔单独向我挑战。不许你对圣王无礼！阿狗，
要后悔的是你自己。现在你才是孤立无援。李靖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当然是为神族而战。天下是神的天下，我们作为子民，应该恭敬谦卑。哼，原来是神族的走狗。别碍事，我先收拾掉你的主人。阿狗，你的狂妄自大不仅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其他人。少废话！哼，本来以李靖人类的身份，他是不能踏足神域的。但我姑且为他破例一次，因为他最了解你的过去。你曾以奴隶的身份，在北山矿场生活了好几年。从他身上，我对你增进了不少了解，令我可以为你准备一份最合适的礼物。白莲又在搞什么鬼？杀了你之后，我会慢慢追查，我一定会将与你相关的人通通找出来。你的家人、朋友，全都得死。那是想绝杀我们，找错对手。老子来到这里，只做一件事：向前，摧毁结晶山。这个阵法里的杀气越来越重。必须突破包围。战士们的灵魂都在猛烈燃烧，但此阵就像张大网，把我们困在不同网格中，越收越紧。4级阵法是由4位圣王联合驱动，那么正面影响我，不考虑其他选择吗？你是神族中站在顶峰的战士，是4级阵法的1级，我必须击败你。冥族将再次失败。万象界神力，他能在举手投足间引发天崩地裂，大地之怒。不过，我的刀更快。不堪一击。好快的刀！哼，一交手，已令我如此接近死亡的对手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。不过，我不会再给你同样的机会了。看你身上的伤口在流血，没有受到神力的庇护吗？本圣王的战斗，从不靠庇护而得胜，这次也一样。这次，我们也一样。击败镇守4级之位的圣王，别无选择。救神轩辕，观天地运行，悟4级之道，原本用于治理四方，后因涿鹿之战，贯通为兵士阵法。若要破阵，自然同尊天地运行。4级崩而9州裂，打败圣王，困境极紧。把身体化成为灵，生命力分散在漫天花瓣中。他的神力非常不可思议。人类，报上名来。我叫死羽，中土世界的一名流浪者。
人剑皆气派不凡。此剑名为诛天。那时的心神波动。石行，虽然你有不死之身，但这一次我必须做到。切，就算是同样的阵法，你们的实力怎能和旧神相比？不必和旧神相比，只要杀死你。自得到天启以来，我从未尝试过把自己的力量推到极致。事实上，我也有点怕我自己。他把暴风的力量完全集中在一点射出。哼，看不见的东西也是可以致命的。为什么非要拼命不可？战斗除了痛苦，什么也没有。要摆脱他的攻击范围。没那么轻易结束吧？只有你我中一个死亡，才能结束。只有一死，才能结束。4级阵法形成后，他越战越强，全势威力急剧增长。要以快刀压住他的权势，封锁他的攻击范围。就是现在！暗夜降临。暗夜极刃，迅捷如光的快刀，竟把我的攻势遏制于此。可惜，你刀上的力度不足，你不可能压下我的怒拳——雷暴烈拳。刀身几乎要折断了，给我爆吧！拳上有一股不断爆炸的霸道力量。关于人类，我有一个疑问，想向你要一个答案。民族来犯，我可以理解，但人类多年来与我们和平共处，理应相安无事。你为了什么而战？自由。何谓自由？人类被幻岛之主创造出时，只知聚居于洞穴之中，害怕明天没有食物，畏惧夜幕降临，野兽来袭。那时，你们会感到自由吗？幻岛之主既赋予人类生命，也就给予了每个人生存的自由。人类得以生存，是因我们神族把文明传给你们，教导你们耕种、储粮、生活、用药，让你们免于饥饿、疾病。神族的确给过我们很多东西，但这不是奴役人类的理由。你们作为龙族之一，与人类一样，都是旧神们的后代，我们是平等的。你以为推翻了神族，人类就不必再受奴役？天真的想法。我对人类有很深的了解。多年前，我曾游历中土，想用自己参悟得到的道理教导他们，助他们超脱世俗种种不必要的苦恼。可惜放眼所见，人类在不受管束的时候，
就会流露出丑恶的本性。贪婪、掠夺和战争，在你们的族群之间必定会发生。你们会创造出残酷的刑罚折磨别人，连我也感到惊讶。过去我从矿场放走的那些人，他们都……白莲，我就是要看你这个表情，不枉费我一番心思啊！阿狗，感到难过吗？这些人全部是为你而死的，每一个都是。这就是权，明白吗？神要我们生就生，死就死。阿虎，你说什么？我明白了。阿狗，你疯了吗？竟然对着死尸说话！我一向可以与死尸对话，你不知道？李靖，有这种事？白莲圣王，别听他胡说。李靖，你想知道阿虎对我说了什么吗？他说自己死得好惨，他不明白为什么你可以这么狠心，把他的消息出卖给神族，杀害他。当初我放他走，让他过上了新生活，而你却把他夺走。你看清楚他的样子，他的年纪跟你儿子哪吒一样。进入矿场的时候，就把你视作自己的父亲，卖力干活，任劳任怨。他那么听话，为什么落得这种下场？难道就因为神的一句话你就杀死了他？你也是人呐，为什么要站在神族那边迫害我们？看着他的眼睛，回答我！胡言乱语，为大神分忧是我们这些仆人的分内事，怎么会于心有愧？冥顽不灵的畜生！我早该在矿场的时候就杀掉你。在那段时间，我看见人杀人，人吃人，最后我放弃了传道，因为我看清了一个事实：人类本身拥有非常黑暗的一面，你们必须受管束。即使给你们所有自由，你们仍然会受奴役，而且暴虐的程度一定远远超越我们。我只会选择站在弱者的一方作战。他日，即使有你所说的人祸，我仍会以相同的态度对待，就如今日与神族的一战。看来我试图教化你，是白费心机了，可惜。人类，你的心已被邪魔侵占，任何道理皆听而不闻，留在世上将成为祸害。本圣王要以真理大道收服你。旋风，以你之血，献祭4级之位。哼！他将气流组成一面无形的风墙，连我也难以突破。越往下压，无形的阻力越强，这就是旋风真正的力量吗？实情啊，结束了。我复仇的焰火没那么容易熄灭。执行，我的神技既危险而又残忍，这招也是我厌恶战斗的原因。神技真空，不死鸟的火雨在一瞬间完全熄灭了。这招也是我厌恶战斗的原因。
什么也听不见，我丧失了听觉吗？我无法呼吸，这是……当我记起真空时，你我周围的空气会被一下子抽走。生命不能缺少空气的滋养，无论人或神，都不可以在我的真空之下作战，甚至生存。你知道吗？我初次领悟神迹时，兴高采烈地向启蒙之师展示。原本以为他可以坚持一会儿，没想到他一下子就……实在是太突然了，我也不想的。我的身体正在爆裂，全身血液想要迸射出来，连我身体里的空气也要被抽干了。就是这样啊，当时我的老师也跟你一样，一下子被抽空而死。你看，这就是战斗的后果，只有痛苦。那是实行，实行，坚持住，我们不会在这里停下。下一个是你，旋风圣王。四级阵法的风力在增强，火焰燃烧得更加猛烈。事情不会死的。你还有空担心他？哼，全气！赢！已经能从容接下一拳，果然跟当日有着天壤之别。李靖，玄风已经抢先干掉一个，我们不要落后了，尽快收拾掉他。愿为神族效劳。让狗咬狗也不错的。为了一个人类如此操心，我也真是太认真了。绝不能让他碰到圣王，否则……大狗，看招！千军万马，只不过6个，重量倒和千军万马差不多。看我怎样为你们出一口气！白莲，你成功惹怒了我，我不但要破阵，更要加倍的跟你算这笔账。大狗，嚣张无礼！大狗，及早回头，看在昔日交情的份上，我不想亲手杀你。要回头的是你，你再讨好神族，也抬不起头做人。哼，既然你不领情，那可怪不得谁了。看来非得先打败李靖不可。你太心急了，闯入了我的陷阱，八方怒头，又多了2个。哼，小子的火候还差了些。老匹夫，一把年纪，力气倒不小。无礼的小子，我现在便让你知道，姜还是老的了。上面黑压压一大团，是什么东西？天虎下凡！快被压扁了！实不消吗？还有更多。大狗，我曾经记住，
你安分的话，本可以一生无忧。可明族杀，你也跟着杀，竟想动摇神族的天下，你为了什么？你成了神族的眼中钉，必定不会有好日子过。与其让你被白莲圣王折磨而死，不如干脆点死在我手上。泰山压顶！结束了。哼，老匹夫，我也有话要问你：为什么人你不做，偏要做狗？看到其他人站起来做人，还要扑过去咬，这种重量还撑得住？李靖，你听着，我本是大商国的王子，不知该有多快活。若不是父王因反抗神族奴役被杀，我怎会流落到你的矿场？但在那里，我理解了父王不惜失去一切也要战斗的原因。你的炼气拳再重，也压不住我对神的怒火。给我粉碎吧！我要打醒你！他的炼气竟有此等成就，刚刚爆发的威力非同凡响。血炼之毒快到心脏了。阿狗，这么快就到极限了？那让你看看我的实力，真正的炼气术。风浪变大了，回舱吧。看到大家，还有阿狗高兴地说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，我的感觉就像站到了云上，可我又害怕那一日从云上跌下来，大家会很痛苦。那一日就是现在吗？曾经站在云上，总比永远在地上爬好，不是吗？没有认识阿狗之前，我不觉得当奴隶有什么问题。不过，现在我知道这样是不对的。我们的朋友正在为结束这样的世界而战，我为他们感到骄傲。阿石，铁头，太好了，是民族大将。我将目无表情，要的补给到了，你们去救治战舰上的伤人，我去前方海域搜寻。遵命。你呢？前方有变，大元帅下达了新的作战指示。那还等什么？玄风的实力不在天武之下，一旦全力以赴，冒犯者瞬间就失去了生存的机会，真让本座放心。逆天而行能应对战场的变化，而我也有必须要做的事。本圣王要以真理大道收服你。只有你自己才是真理大道吗？那么，就来尝尝所谓邪魔歪道的剑吧。看来比想象更有趣，让本圣王看看你有多大本事。始终也逃不出我的掌心。
我没有将他压碎，倒是他的力量从罗汉局长中反噬过来。这就是炼气术吗？竟能烧毁我的罗汉金身，逼我显露真身，怪不得其他大神都败在你手上。这一剑，要让你从骄傲自满的梦中醒来。空镜映月，斩过他的身体，如同斩过败血。凡人啊，你马上就要受到惩罚了。我所斩出的一剑，被自己的力量反噬，滋味如何？刚才剑锋扫过的地方，火焰怎么仍未散去？这并非一般火焰，它正在焚烧我的神元。本来不过是一点星火，但一下子就猛地燃烧至此。这样下去的话，消失吧！这火焰竟伤害了我，连空镜映月也无法将它转移。你确实把我的攻击反弹回我身上，不过我的剑只对神族有杀伤力，对我的伤害十分轻微。只为杀神的剑。我曾功力尽失，困于黑牢多年，我一直思索克制神力之法。若重用过去的方法，直接炼成剑，恐怕面对天使，仍难逃一败。因此，我炼成了火。我把猛烈燃烧的火铸成剑，名为诸天。我将以此再次向天挑战。凡人竟要与天斗，将高不可攀的神族之主定为目标。没有什么高不可攀，天就在眼前。你们看，周围的景物在移动，还有点模糊不清。地面有点潮湿。不，是空气变潮了，是肾气误导了我们的视线。之前吃太饱了，大吃四方，多亏了你解围。我把吃下的海水变成了肾气，一会儿就能覆盖半个神域。趁神族被肾气中的假象扰乱，我们寻找间隙，冲出他们的封锁线。可恶！肾气中，大家都按磁针指向前进，在结晶山下汇合。好。肾气正在不断蔓延过来，可惜你们的大元帅会先倒下。你的心与技已到毫无破绽之境，不过你有一个致命缺憾，你身体的力量远不及我，这就是你今日失败的原因。我的灵魂性占优势，不能被他限制。无处可逃了。遁空术啊！要为我逆天而行找失败的理由，你还不够资格。暗夜凶光，这股刀光，削铁如泥的刀光啊！这样的刀招闻所未闻。好，
我所等待的就是这一刻。停在半空中的你已无法退避，我们就来个正面硬拼吧！我要一口气摧毁你！神技，真武大霹雳！真武大霹雳的核心，瞬间能发生数万次猛烈爆炸。一般对手早已被震得支离破碎了。大元帅，数万次爆炸的冲击波也冲散了肾气。无形封禁。御灵阵，夜雨。这种长在海里的叶子，怎么会在无形封禁上？得手了！肾气虽然被冲散，但这些微小的叶子仍漂浮在神域。只要距离足够近，随风起舞就能发动咒术，使它瞬间生长。是你们选择了更痛苦的死亡方式。神技，真空。实行就是被这招打败的吗？每穿过一层爆炸，都要消耗极大的力量。神奇野扩大军突围的计划也被天武破坏了。有些大将的灵魂力量在变弱，想让我们止步，不可能。从那时起，我就从未停下。只是甲虫，血雾森林的黑暗和残酷对我来说，却像是唯一的希望和救赎。一定要找到那位远古亡灵，我愿付出所有，即使是灵魂。你在找我？找了几乎1年吧。我也在找你呀，找了10万年。你是？你的老祖宗永恒之夜，小鬼。告诉我你找我的原因。我要成为强者，最强战士。我可以帮你，但你必须忠于自己才会进步。你要成为最强战士的目的是什么？为哥哥报仇，与神族决一死战。这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。任何代价。天武不是一个能容许我保留实力的对手。要快速击败他，就不能再分出力量压制病情。他的身体全部石化，竟患病在身，你在侮辱我吗？好，那我就尊重你。破击！大元帅的灵魂力量在爆发。他全身散发出恐怖的气势，与之前完全无法相比。
此刻开始，我会把力量完全释放，由入魂推至民族战士的最高境界，破极，真真正正的和你决胜负。好！他凌厉的刀气和速度，我无法抵挡，只有进攻！神技！真武大霹雳！神技吗？这招的威力我已见识过了，现在被破你！破极，暗夜凶光，炸弹！绝对霸道的力量，仿佛要将眼前的一切撕碎。逆天而行的暗夜凶光，破极时竟快地切分了空气，还利用空气间的气浪反弹天武的雷电爆炸，伤了我族的战士。冒犯者的士气正高涨，看来第3道防线是有备无患。进一步燃烧自我，超越形体界限，达到人刀合一，这就是破极的威力吗？可惜，最后一刀偏了。多亏了你的神技，才能破开困住我方大将的真空。你的实力和头脑确实不错，但身体撑不了多久了。到最后，输的始终是你们。哦，我不这么认为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厉害的人类朋友。随着毒素扩散，力量恢复的时间也变长。嘴上不让大家担心，实际也不能拖累。阿狗，受死吧！来不及，只能杀了我的话，哪吒就会死。好险！小子，你说什么？李大人，刚才与你交手，我确认了一件事：你的宝贝儿子哪吒在白莲手里。我在你身边多年，也算了解你的脾气。你嘴里说敬神，但真要为神出力办事，总有办法敷衍。这次却如此卖力，我早就怀疑了。你猜的十分正确，不过都是你不好。关我什么事？他为了找你，悄悄离家出走，才落在白莲圣王手里。只有交出你的命，哪吒才会得救。受死吧！都不等我把话讲完。别玩花样，很快我就会把你的人头献给神族。即使你交出我的人头，也难以换回哪吒。还不明白吗？从未有人类被允许进入神域。白莲为你破例，是没打算让你在事成之后活着离开。他可是心狠手辣的家伙。
白莲圣王，名单上的奴隶已经全部找到了，请问该如何处置？很好，杀了他们，把尸体都给我装起来。请问他们所犯何罪？这个谈不上什么罪，只是因为我喜欢。对了，这只白虎撤在千军，算北山进贡给神族的吧？你以为我没有想过吗？他视人命如草芥，岂会让我们父子活命？但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。李大人，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哪吒。啊，快说！你马上倒戈，我们合力杀掉白莲，这样哪吒才有一线生机。这岂不是公然造反？哼，小子，你想利用我帮你破4级阵法？信我还是信神族？你应该心中有数，决定吧。相信这小子的话，就得押上我和哪吒的性命造反；相信白莲圣王的话，阿狗，你说话是否算数？可愿立誓与我一起救出哪吒？立就立，怕你不成？我阿狗立誓救哪吒，绝不食言。请受老夫一拜。麻烦，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白莲。太极，怎么一副满心不忿的样子啊？不知从哪儿冒出的民族增援，进了神域。那也是圣贤殿的事。这场战争没我们的份。这种时候，竟然要本大山留守结金山。没办法呢，谁叫我们不是神眼长老的一派？大祭司当时若不亲自去招降，直接派6部杀了堕落者，我们现在也不会落到这般境地。哪有圣王立功的机会？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大祭司怎么舍得杀孔雀？他们从小一起长大。怎么了？民族想要暗杀新月魁大祭司，得清楚他的行踪。但大祭司何时出发，去何地，只有我们知道。你怀疑我说漏嘴？还有一个，好心告诉大祭司堕落者消息的那位。神也，是他，每天看守天下，审判罪神，却没有实权，很难受吧？小心被他的空识界听到。哼，怎会怕他？此处晶石有封印空识界神力之效，即使是神眼，也无法窥探结晶山中发生的事。我在这里想讲什么都可以，他听不到。神眼，你个老不死的，都已经1000岁了，还要抓着权力不放，故意放出消息给民族探子，算计大祭司，自己顺理成章取代。太极啊，你怎可能与神眼斗？何不改变你的想法呢？牺牲的人已经够多了，我绝不能有任何失误。你的潜入必须像飞过的蝴蝶，无声无息。祭司放心，我连心跳声都不会有。结晶山的道路迂回曲折，但正确的路只有一条。这里好冷，洞穴内正在降雪，红色的，地上的道路由血石筑起，那么天就在前面了。天与我们有什么不同？为什么它能够永生不死？天是我们的祖先，远古旧神，
它可以永生，因为一样东西——血石结晶。嗯，它提取里面的生命力，不断补充给自己。血石不会被开采完吗？地表的血石产量已十分稀少，所以他命神族指导人类进化，利用它们挖掘地层深处的血石，满足自己庞大的需求。这样伤害了无数人，天岂不是非常自私？他对生命的看法恐怕跟我们不一样。毕竟谁也无法理解一个活了10万年的旧神的想法。生命还是有限比较好，不能经历生老病死，应该也没有相对的喜悦。天或许会感到十分枯燥吧。你年纪小小，倒也说得头头是道。不要按我的头好吗？天的存在令世界失去了平衡。这种情况有没有改变的可能？有的，只要抱着希望。前面就是天之墓，天沉睡的地方。他沉睡之际，神元离散，寄宿于周围的血石结晶之中。这个时候，他的躯体是死亡的。只差一步了。刘月啊，幸好你察觉到了淡淡的花香。哼，为时未晚。你不是服侍大祭司的人吗？鬼鬼祟祟潜入结晶洞穴，想干什么？大祭司已经苏醒，但仍行动不便，命我到此拜见天。事情紧急，请2位大神见谅。有这种事？看来我们得好好了解一下。你转过来，慢慢走到我们面前。没反应啊，有趣啊！看来留守结晶山也不是完全清醒的，你是跑不掉的。连放！这家伙被我的火球击中也不停下。呀！抓到了！小心！炎阳之力！在哪儿？不妙！他的目的是闯入天之墓。追！怎么办？刘月，乱闯者死罪！神界规定，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啊！我们海上尸首被贬至结晶山，留守再失职的话，也是死罪。横竖都是死罪，唯有抓住叛神，才有可能将功补过。豁出去了！那就是天涯海角。根据阵法中地藏界神力的流向，白莲圣王就在那儿。阿兰说过，外公也可能被囚禁在那儿。他是神族最严密的监狱。奇怪，怎么了？路上一个神都没有，太顺利了。可能都去参战了。是白莲吗？谁？是新月魁派你来的，还是神眼？这声音没用的，你们不会得到什么。杀掉我吧！外公，更是你？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
我在这儿。很好，你可以来到天涯海角，证明你已经变得很强大。你的手很有力量，我能感受到。他就是当时在矿场劫走阿狗的潘神，这就是对抗者的下场啊！神族那群混账，我这就打破岩石，救你出来。不用为我操心，我的身体被皱纹封印于此，与岩石化为一体，不可逆转。这是叛逆罪的极刑。不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孔雀，我去找孔雀。吴更，孔雀也帮不上忙，而且我已将大部分神元给了阿兰。阿兰，是我让他假意背叛，混入神域，执行重要任务。现在他正在结境山内，吉凶为卜。答应我，不可让他死。我一定会救他。这我就放心了。吴哥，记得吗？我们矿场出狱时，你曾答应过替我干件事。记得。那件事就是亲手了结了我。我没有自杀的力量，禁欲的神力也无法抵抗皱纹的折磨。每天的痛苦不断加剧，生不如死。我不想屈辱的活着。难道就这样屈辱的死去吗？我曾梦见命运，他也给我写好了结局。我将永远被禁锢在这里。没有什么该死的命运，即使有，我也要改变它，夺回我们应得的一切。我知道你的神力已经觉醒了，不如让我看看，好吗？无色界神力厉害呀！我的命运改变了。动手吧，吴刚，我已经没有遗憾了。就叫我老爷爷吧。任何人想要伤害他，必须先杀死我。吴更，欢迎来到神隐部。动手！动手！我的命运改变了。作为命运碎片的其中一块，我的使命完成了。